事出反常必有妖物。你来教我怎么做，我本能的反感。当年就有人劝我说你们俩不合，我整天都在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啊，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不要哭。现在这个局势，我可能会。好吧，学，要这么说。为什么我吃起来这个东西觉得很奇怪？我说是因为你没见过。就是他们一定要把他们的想法，不单单是表达出来了，还强加你必须得要接受。我要一个人去坐公共汽车。哦，good luck。他说真好。你骂他还少吗？我问你，你骂他还少？不是，我不骂他痒吗？但你不能上来就说你昏了头了吗？你去做这个决定。你怎么？素的啊，素的炒三鲜，炒三鲜是素菜吗？乱讲，他乱讲。对啊，炒三鲜怎么不是素菜？玉米炒三鲜，什么三鲜？不是，它是那个什么有鸡蛋有呀，鱿鱼的，萝卜、茄子，那是地三鲜，第三选，那是东北的地三鲜。什么叫炒三鲜？但我不喜欢那个菜，那个菜每个东西都要炸过的，不要。说一下，你跟你妈有什么？你哪个菜你又不喜欢了？哦，那说不过来，说到明天吧。哎呀，妈妈，对不起。啊，最近那个梅菜馅的包子，我们一块吃，这个还是可以的，可圈可点。虽然是包了一个很小众，好吃啊！小众包子，有他肯定喜欢，他只要包我子在想好品尝一下。里面肯定是有肉的。我们有时候这个观点上，就是观念上，就是除了我们隔代，对吧？隔代，隔行，对不对？然后性别差异，像我们属于出国时间比较早一点的，然后我们也在这边经历了很多事情，对不对？就是上学的上学啊，然后工作的工作啊，看病的看病哈，吃饭的吃饭，是不是？然后我会有时候真的是会觉得有一些想法上或者观念上，会开始觉得自己越来越另类。不是另类，而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很多实际上是有一个叫信息茧房，我们自己把自己框在一个思维方式里面，觉得这样。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的进步的过程，我们在走世界跟世界相处过程，就是不断的打破，但仍然是一个茧，越来越大。但是只是宽度，你在里面看的空间，活动空间越来越大，永远都有一个茧束缚着你。包括我们在地球，你看宇宙的时候，我们地球算什么？就像比如说我小时候好了，我穿一条剪了破洞的裤子走出去，然后哇，从走出门的那一刻开始哦，隔壁邻居的阿姨阿婆就已经指着我的裤子开始说你们家怎么没人管你，然后到了学校被老师指着说，最后的结果是我妈当着外婆家所有人的面把我那一条剪了破洞的裤子从长裤剪成短裤，就是他们一定要把他们的想法不单单是表达出来了，还强加你必须得要接受。它其实这里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叫少见多怪，就因为你没见过，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怪。就像我昨天有时候我一个朋友经常跟我讲吃。为什么我吃起来这个东西觉得很奇怪？我说是因为你没见过，是吧？我说你下次你就不奇怪了，因为你见过了。然后第二个是，其实这个没问题，这个就是说少见多怪，或者你觉得很奇怪，这是每个人必须有的，你不可能什么都见过，你不可能天生就都知道，不可能，一定是不断。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强加你？其实这是一个人生态度的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强加给别人？你只要不强加给别人。尽管你可以没见过，但是你可以接纳很多。我觉得补充一个，还有第三点，其实呢，你的街坊邻居还有比你年龄长辈的人，认为就是你家不至于这样的啊。自己破了的裤子还穿吗？现在什么年代了？是以前我们穷的时候才这样，你知道吗？穷的时候就打个补丁，现在连补丁都不打就穿出来了。哎，你是
直接露出钱都没有了，你这个是直接露出了破绽。家里这么穷吗？而且我很大声的说了一句：“是我自己剪破的。”他就更想掐死我。但是长辈也会认为说，我们家里你这样一传出去，显得我们家里这个状况不好嘛，那理解街坊不了不，他其实还有的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就是想，叫什么？爱着你的爱，恨着你的恨，就是感觉就是你就是我，感觉我会替你深入其境的在替你着想，着急啊，着急啊，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你穿破裤子丢的是我的面子啊！他会觉得他的责任没尽到。对啊，那当然嘛，连孩子都破成这样了，那裤子都破成这样了。哪怕是隔壁邻居老太太也会觉得说：“天哪，我们家隔壁邻居的孩子怎么这样？”对他也着急我不去说他，实在他爸妈看来是管不了他。对呀，对，啊是，所以说就想介入。对对，所以很多不是很反感，就是说以爱的名义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其实深想，这个人他其实不是以爱的名义，他是真的爱你，他真的想关心他这个事情是真的，爱你，对呀他不是借着这个名义要干嘛。所以你这个看，事情又回头想想，这个感动的痛哭流涕。哎，乔伊，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真的是突然有这个感觉？那我会觉得说，当然了当年有这么多人爱我，我还在逆反他们，对对对。现在想找人管我很难，对吧？你说，你看，忽然间就成熟了。现在你是啊，你现在想要有人，比如说我想逆反一下，我发现乔爷根本就那不 care。然后就逆反都没有用。然后我就说，然后乔爷来就，那你喜欢就去吧。哎，对呀，我说我要一个人去坐公共汽车。哦，good luck。他说真好，厉害。不是那句话，逆反的人你管得住吗？所以这好好裤子还剪一剪刀剪个洞。阿婆，这个乔爷是你的药，而且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很难得的那个包治百病的药，副作用大了。就是那么难管的，居然一句话。但是我喜欢乔爷这个状态，哦就说有的人是什么哈，特别，当然这个就像你刚才讲，你现在回想起来，是你觉得其实他们是在替你着想，是的，是的，但在当下，他没有讨好的，就没有好的，他很爱跟人提建议，很爱参与，特别爱提建议，你知道吗？但是呢，你可能事后觉得他是真是想介入你的，就是他真想觉得哎呀着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们自己的认知永远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很想跟人提建议，很想跟他提建议，你想不行，露怯，是的，露怯。我突然想到前两天阿婆出的那个新的视频，就是我们今天喝的那个姜黄。你知道在看你整个视频的过程当中，我有几度纠结。阿婆一说做姜黄，然后我马上想说完了，阿婆打算用什么角度讲？姜黄好，姜黄妙，大家吃了都健康。那是灭老鼠的药。我就一开始开场嘛，刚开始开场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然后阿婆就是以这样的状态出现的。然后当那个旁边那个字幕出来的时候，我就放心了。这就是一度的纠结。是从正常的来看，就是说，当比如说正常嘛，网红带货嘛，买它就对了，对不对？对呀对，正常。到我直播间来，到我直播间来。还没完。在看完所有的之后，今天我刚还在问阿婆，对吧？刚问了啊。我说。不是说吸收姜黄还得吃加上那个黑胡椒，就我马上也理解到说，因为要泡茶，你如果放了黑胡椒之后，你泡茶的口感什么都会下降，而且我们配饭吃嘛，菜里面就有黑胡椒，我们菜里面就会有放黑胡椒，纠结。做人好难呐。不难，这个是属于这一篇啊，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资讯共享的问题，你有多益善。资讯共享，就是说你知道了，比如说像跟我讲，我看到一个什么对阿婆，你是不是想要这资讯共享跟你强加跟那个另外，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什么？我怕，不是，我怕我度没把握好。那资讯共享这个是没有问题，我是怕什么哈？就刚你为什么怕？有的人是不怕的，天不怕地不怕。我见过有的人敢送像
处方药给朋友吃。他自己本身不是医生，在这儿，那处方药是不能说违法，只能说违规吧。那我们不讲违不违，这个他对朋友肯定是很真心，否则他也不敢冒这个风险来了是从解。国内带来的吧？对。那他就真的是就是他敢处方药，就是抗生素啊什么，他敢送给朋友吃，然后或者就算就是我们过去的老家吧，有这个习惯，我不知道可能其他地方也有，就是他认为这个好的，哇，这个草药非常好，就每个人都是中医哈，我就发现我周围的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能说出中医的1、2个理论，因为你上火了，所以我给你凉药吃，凉茶。然后这个凉茶呢，就是口口相传。其实你想，你就是真正中医讲，不管你信不信中医，即使你中医讲也是对症下药，是必没须望有说闻问切，没有说所有人都适合这个方子，对吧？好，我们过去我记得，我们福州人的小孩一出生就要才2天，灌那个黄连，可怕吧？灌黄连，反正小孩也说不出个苦字，就给你灌下去，因为这真的叫有苦说不出。有苦说不出。然后这个就是婆婆带媳妇儿，就这么口口相传，一代代传下去。到我那坚决制止，对吧？我说不出为什么，但是不可以，是吧？我们那地方就没这个。对，福州就这样，因为什么呢？就单讲起来，就是这个就是你一个地域的认知，因为他是觉得很多对一个非常有钱，你看我吃了它就好了，但实际上你不能证明是因为这个吃了好了。就比如说感冒，它本身是治愈性的东西，你说你给你抗生素，你看吃了就好了，不是他吃抗生素就但是好了。往往民间是给你来反证，因为你没有孩子没有灌黄连，将来出了什么问题就说，就是哎呀因为你没有灌黄连，你这个所以他就这些习惯根深蒂固。还有就比如说福州人最爱说什么，就是你上火了，因为很容易上火。为什么很容易上火？从这个饮食来说，早晨喝粥，锅边油条全是碳水啊，对，中午米饭，三角糕垫边对，油饼全是，然后再来吃那晚上又是粥，就是一直是大量的这种。你想想看，他身上的肯定容易所谓的上火吧，对，口腔溃疡或者什么，那么他就认为一讲这个对就是热，其实还有他吃了很多甜品。甜食也其实应该跟当地的气候环境也有关系相辅相成之后，然后动不动就是上火。福州人唯一的你一讲就是上火，上火。然后呢，你只要回去，他就是给你很多各种的凉茶，凉茶其实很可怕的。那个凉茶，有一个叫叶下猪，对，叶下猪，叶下猪就是有一个叶子底下有珠，那所有的老百姓都懂的草药，然后跟鸡肝炖，然后每个小孩都得喝。那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而且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经验，你看没事吧，都没事，我带这么多孩子，带这么大都没事，是，那就这么那好，就这个习惯一直听上去好熟悉，好耳熟。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行为里面都是这样。就我跟朋友，我就觉得，我推荐你赶紧去吃这个药，去吃那个药。其实这个是比较，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改的一个东西。因为外婆生小孩生很多，外婆生8个，她最头疼的就是小孩生病。因为8个，然后一旦有传染的，那8个一起病，那外婆就不用活了，好吗？那就是到了，就比如说是开始变天的时候，外婆就开始煮凉茶汤。就是放学回家来一碗，放学回家来一碗，谁先回家谁先来一碗，就是一大锅。那我妈是一直到今天都像是圣经一样的在回忆当时，她觉得外婆那样做很对。你看啊，就比如说福州人的叶下猪，它不一定就是这个叶下猪有用，因为你没有任何文献，你能医学你并没有做什么试验，对吧？但它为什么会让你那个？因为里面有鸡肝哦，真的鸡的肝，你想鸡肝其实它也有丰富的维生素，鸡肝跟它一起煮，对，是吧？还有那个时候都是 organic 的哦。对，而且还有蛋白质，它其实还很补的，所以你看你身体不就强了吗？它不一定是。你可以想想，我妈就那跟喝鸡经常汤没什么两样。以前小时候就给我们炖草药吃的，对吧？我看了一个新闻，有的也是有他是剧毒的。孩子跟他奶奶都是过敏鼻炎很严重，然后也是听别人说要吃什么，2个人死命的吃，最后吃到孙子去洗肾。
因为中药你吃太多，那个是有毒性，也是有毒性。本身中药现在种的时候也有污染。没错啦，阿婆说的对了。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我爸爸中医嘛，然后他其实，在很早之前，他就在讲到，就是说古代的医术，他们读很多古代的医术，当时他们对于疗效的一些描述，已经完全不能够用在现代了，因为那些种植的过程，它不的一样了已经完全土都不一样了。对，还有所以它已经变成商品化了。没错。中药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就是中药它那个叫炮制。炮制它有很多种工序是很特别的，是去除有些药材的毒性，对人体不利的因素，有的要久蒸、久制、久晒什么之类的，它是讲究这些东西的，不，现在没有了。总之就现在什说，么都是一个粉冲一冲。对啊，都是那这是就是叫什么叫中成药。对啊。我是发现一个现象，我感觉我们华人哈，教人吃药的是。就是不当时吃药，他不是这样，他是你感觉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中医，他都能看病，就是他都能讲出一个简单的道理。你上火了，你热，湿气重，不单是中医，你信不信？你今天教菜出了视频，被无数人转发，就像你那个团子，我说我妈做的那缸，我有种感觉，我妈要当药吃。粘豆包，她没打算跟我分享。我看到这么一大盘，一个哇这么多，我说我吃一个，我吃一个。她说很勉强，好吧，你吃一个尝尝吧，就不太舍得给我吃的样子。我感觉她要藏起来当药吃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她其实吃的还不错的话，我绝对相信我妈是会在她那个上海老阿姨群里面。对，就是他说这个好，但是你看，就你在视频里面讲说这个怎么好，方便啊，容易吃啊，然后容易做啊，然后我们里面什么成分啊，对不对？但是当一转手又不一样了。那个就不一样啊，包治百病，估计都说出来了，很容易。那你看吃的东西，进嘴里的，直接进身体里的，对不对？咱们还可以说，你要不要张这个嘴？要不要把它吞下去？但是有很多概念上的东西。我掏心掏肺，为了你好啊！对，我把你找来好好谈一谈，给你洗洗脑啊！然后我就是为了你好，不让你过得更舒心。你看你最近这个决定做的有问题哈。对，你这个。投资可能有点大意了哈，然后你这个就是人情上，或者是你对家里呀、对事业啊、对方方面面吧，你的朋友就会强加他认为对的东西到你的思想上来。对，我都不敢去埋怨任何人，因为我其实也是这种人，只是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现在意识到了，我在拼命的忍，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有这个克制的过程，因为我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艰辛了，然后我得罪了太多人了，有很多就是我提了个意见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了。那我想说的，如果是你提了这意见，朋友都没做，那你不真朋友。花花怎么觉得？我跟阿婆的想法一样，就是其实我不觉得，就说。到了什么都不去说的地步，因为你既然把他当朋友，你觉得是好的东西，你没必要去忍。对呀，你骂他还少吗？我问你，你骂他还少？不是，我不骂他痒吗？喜痒痒。他是我的药，是吧？所以他这个，你看你对他，你不就不是？那我不是我这辈子只碰到一个花花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哈，就说。我确实对我自己来说，我包括跟乔爷，我们两个共勉，我就说要忍住给别人提建议的那种欲望、冲动。是的，要忍住。我就真的是这个感觉，我觉得是吧？我在就尤其是陌生人，我就不这么想。我好心提醒你，这个没良心的，你还不听我的。乔爷为什么？我觉得你们啊，你们1、2、3，你们是一个 group 的。就是你们都是那一种讲话之前会过脑子的，我不是，
我是会觉得我一腔热情，我觉得特别是以前更年轻的时候，就是我的一腔热情，我不在这一分钟、这一秒钟马上让你知道我是为你好，那我就对不起地球人民。是我觉得可能是你，我觉得啊，可能是你说的，就按你以前的性格，你的说话的方式应该改改，而不是。我这问题不是没意识到吗？对，就举个例子，同样一件事情，对吧？你说，我觉得你这个要考虑一下，可能我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有风险啊，但你不能上来就说你昏了头了嘛，你去做这个决定，你懂我意思吧？这个第一的那个对面的一个接受，他就是接受不到这个东西，知道吗？这叫受害之深也。他模仿的怎么那么像？也就像，所以你是真朋友，你知道吗？你不要说哈，你不要说你，我要是这么对他说，他跟我翻脸。真的假的？哦天哪！他肯定好翻脸。在我是成熟了之后才认识两个。那这个也都看关系吧，有看关系不同。那当然就是不是见人都这样说。对，我个人那关系认为不同，我觉得还是没关系，我还是没关系。我想说的就是说，尽量不跟陌生人提建议。这点我跟你要忍住。对，就是陌生人的事情干我屁。也不是说当陌生人，就是如果这个我不觉得得是真的，我很需要有分享欲的人，我其实不太去给建议。对。阿婆啊，我在我的节目里面说过这一个话题，您说跟陌生人。华裔的乘客的角度去融入邮轮的生活啊，因为你这段 life 在邮轮上度过嘛，对吧？好，那我曾经在我的视频当中有说过一个部分，就是说，当你遇到了在邮轮上你看不惯的同胞们干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怎么办？你是指着他的鼻子开始骂，什么素质呀？你这怎么办？躺在地上再打个滚。对，给咱们中国人丢脸呐！我们要换一种态度，就是说你可能需要给人家留点面子，然后偷偷的，就是私底下去告诉人家你可能不应该怎么做，对不对？就像我曾经也跟你们讲过，就是说我们在自助餐厅，然后拿自己的喝水的杯子直接去接水，这就不对了。你可能需要拿一个杯子去接，就是公共的消毒好的杯子，再倒进自己的杯子。但是每次我可以怎么讲？每次大邮轮我依然可以碰到。就是在这个行业修炼了10几年之后，我可以以一个非常礼貌的方式去提出这样的建议吧。但是也是一样的，这是个陌生人，跟我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才处在这个环境当中，因为我不希望这个主流环境因为他的举动而对于我们华人有任何的看法，我觉得这是我的 responsibility。又来了。对了，这个没问题。我补充一下刚才我说的哈，不要误解，就是说建议有2个，一种是你，就像刚才的，这个是一种信息，也就是说他不知道这是不对的，是的，他不知道这是流入规则的，就是跟有悖规则的，所以这个叫信息分享。以什么方式当然要讲究，但是这个不叫提建议，而是提醒，友善的提醒，对，让他知道一下。那他如果知道了，他还这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你就另外，还有一种人家所谓的建议哈，我见过很多，因为我们做 YouTube， 你经常会见到各种，有一种建议就是他个人的喜好，就是我不喜欢。我并没违反什么规则，就是我的行为我没跟我想的不一样。他个人跟他想不一样，他就开始给你提建议。比如说最奇葩的一个建议就是，你能不能不要出来，就是你不要出境。你看人家某某人都做视频，都不要出境，就也不要人出境。这是个什么东西？对，他就跟你提，比如说跟你提这样的建议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个人的喜好，就是他觉得你不要出境，那我首先我出境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就是他认为你不要出境，所以这个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看我们的那个也有，比如说建议我们不要你们不要怎么做的，你们不要怎么讲啊，这都是个人的喜好，是吧？那就是说，我是觉得哈，这个。如果是我有这个想法，比如我看，哎呦，我觉得这个人其实他不要讲这句话，但没问题，这是我个人觉得，但你不要跟他去讲，
我没必要提醒你，你为什么要提醒他呢？你说呢？但是你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规则，他不知道这规则，他其实是分2类的，我是这么觉得。但是提的那个方式方法是方法是有讲究，你不要当众，对，你可能私下的。有的人就看不惯我用左手端杯子，我一定要用右手端吗？我就用左手端，他要给你提个建议，你最好用右手端，这种建议是毫无意义的。就是就白他也关你屁事。那还有一个阿婆，你知道人跟人啊，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不一样。有一些人他对于自己的计划，他可能有他的人生的 plan，然后他可能琢磨了很长时间他的人生的 plan， 他终于可能在某一个 plan 上，他觉得他认可了。这种其实你很难改变别人的想法，对不对？因为这是他的计划。对，我就撞到了一个事情，我的一个算是至交吧，就是很老的老朋友了，已经算是。就是我甚至已经有种人生错觉，就是说我需要对他的人生负责的那种态度啊。等一下讲以前小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先讲最近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呢，应该也是算是鼓足了勇气跟我讲了他的一个人生的 plan。在我看来，这个 plan 是有欠考虑的。因为他没有考虑到现在的整个经济的局势。然后是会直接让他亏钱的，而且是会很大的钱，不是一点点的钱。如果只是亏个100-200，买个彩票，不要买这张彩票啊之类的，就算了，好不好？是亏大钱的那种。估计超过300。我已经成熟了吗？我个人觉得我已经成熟了，然后我就知道这是他的一个人生 plan。我就提醒，我就从心里面默念100遍就是我不能够像以前那样跟你说话了，你他妈傻！这种话我就没毛病啊！对，我这种话我就直接消灭掉了。好，我只是跟他讲了一句，我就说内伤都憋出来了。我就说，我还有个前提，我说我给你个建议吧，但这个建议呢，我只讲1次。我意思也是提醒他，你不用担心我以后追在你屁股后面不停的讲哦。我其实也是很希望他能放心，就是说我绝对不会盯着他去讲这个事情。然后我说我作为你的好朋友，我说我只讲1次。然后我说你要不要去做一下 research， 现在的市场的局势。然后我还给他举了一个同类型的他想要投资的一个生意现在的惨状，而且大牌是世界名牌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惨状。我说你要不要做一下 research， 他在今年他关掉了多少家门店，你还敢再投这个生意吗？然后好，我还再重复了，怕他没听懂，重复好，我的建议就到这里了，我只会讲这1次，从此以后我再碰到我绝不会再提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不理我了。你打破了他的所有梦想，都已经计划都好了，你这么弄得好扫兴。他有大半年不理我了。因为他可能现在正忙着搞投资，没时间而已。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没毛病。没毛病。因为你已经很谨慎的，你不是，如果你强加给他，你貌似要对这个事情负责。我讲因为有的人有这种破运气，就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他也许，那么你这么一句话，可能你知道吗？把他的运气给破了。还有一点，阿婆，我觉得他对于我是心里有阴影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就是比较小的时候就在一起的。然后花花也认识。然后呢，曾经啊，我们是属于那种手拉手经常去逛街的那种啊，没钱，逛街试衣服不买，我们都逛街。Window shopping。对。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一个，他做了一个噩梦。噩梦的内容是他在藏一件衣服。我梦见我买了一件我们俩去逛街你阻止我买的那一件衣服。然后呢，我就把它藏起来，不能被你发现。结果你还是发现了，这是他的一个噩梦。他是跟我讲这个梦境啊，他当时在无意中，那个时候我们很小，20岁，20岁多一点点。我那时候没有意识，但是在我几年之后，在回忆起当时跟我们描述这个梦境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害怕我，害怕我给他的一些
强制的 suggestion，过去你肯定老骂他，对造你要成了不听我心理上的阴你要不影。听我就不理你所以了。你看，在今天时隔真的十几20年之后，我哪怕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跟他说，我觉得我非常小心，但我真的很担心他投钱进去，然后造成很大的损失。我觉得要么我今天没有缘分听到这件事情，我今天有缘分听到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对你负责。你看我这责任心很强嘛。然后讲出来了，而且我说还跟他保证，我绝不 repeat， 我只讲这一次，他都是可以大半年不理我。但是仍然是他肯定不信你啊，你只能是。我真的做到了，我做到了。对，但是有没有一句话叫“治病不治命”？对，我有时候是这么想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当年就有人劝我说你们俩不合，对，你们俩性格不对，不能在一起，那他是，我不敢讲，讲是吧？话很是吧？伤人是吧？是吧？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你看哈，哎，这个东西当然人家也只是建议，但是如果你强加，那万一我们家还不错呢？啊，那还有比如说像投资这个事情，我那天看了一个人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你看这些什么天使投资啊，就是这些投资人，他说你别看他赚很多钱，他就是因为他赚了他才聪明吧。不，他就因为赚了他才聪明。那这些，他说他是觉得80%、90%，当然有他的判断，更多的是运气，是的，是吧？跟他真正给你的那些数据关系不是特别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怎么讲？我不好讲这个，就是如果从朋友的情谊来讲，就你要把你这个能量释放出去，就是我对你的关心，我对你的 care。对吧？就我要把这个说出去，但其实从保护你的角度，我就刚刚那句话，有时候是治病不治命。我只是说，刚刚以你说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已经感受到曾经对他有过这种负面的这种感受，我现在说的话可能会让他，但是我又很想给他建议，我可能会有。我可之前没想过就是负面的那一个部分，我是后来反省的时候再想到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对呀，所以我说至少你在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已经。我觉得我出于本能加理智，我不像我小时候就是说纯本能，我觉得我长大了之后就是我本能砰一下出来之后，然后我理智咵压了一下，压了一下之后就要加几句台词，然后再出去，然后再砰的一下又。就是。但是如果说那个谁跟你讲这个事情，你什么反应？你我知道，我会跟你的想法一样，我担心他要去投资啊，担心他会投的是这一个。对，所以但是可能说话方式上我会跟你有点不同吧，就说出来我学习。我会站在一个觉得蛮惊讶你有这样的魄力，我会说啊，我真的蛮想不到你有这么大的魄力做这事。然后因为换了我，现在这个局势我可能会。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好吧，学，要这么说话。你是没看过什么心灵鸡汤之类的？没有，我就是本能，因为当你说这句话，还得会说话。对，是当你说这句话出去的时候，对方一定很不开心。就像阿婆，甚至于有些人迷信都觉得你破了我运了。对，我本来好好的，我觉得都是一切很顺的，知道吧？运都被你破掉了。对，我老在跟花花讲，我说花花能不能你做什么决定之前，现在过来跟我商量一下。我觉得现在应该反过来是应该是我跟他商量。每个人是。其中有一个事情，你们仔细琢磨琢磨。你看哈，我们好多人移民，就讲移民这个事情。我听过很多移民故事。我们来这边，你没发现很大的概率，我们后面从事的专业也好，走的路也好，你从事未来的方向也好，往往是因为一个人一句话。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给人提建议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害怕？要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你看，所以我现在的视频整个风格我就少说话，因为不小心别人误读你。就像你刚才，你本来不是这意思，但一传十，十传百的时候，意思就变了。老王有5个梨，变成老王有5个姨，最后变老王有5个 T。
就这个道理。哎呦，你这样阿婆，你这样搞得我就畏首畏尾的做人做事不需要畏首畏尾，怎么不是你那个视频是你的专业。你只是分享你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哈，你可以分享我的专业知识，但是真的我不想分享我的人生经验。我整天都在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啊，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不要哭。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不管你走到哪一步，是你们这样年轻，还是我这个年纪，都在摸索。所以我就变成你想远了，我就开头我会觉得，你看哈，你的 picture 在这么小的时候，你是会觉得，你看这个投资会亏，对吧？你再放大一点，他亏了以后，他会赚大钱，长远长到未来50年是吧？是吧？你长一点。他这个就很形象，讲的是房地产，2年之内你是亏的，但是50年以后你是挣大钱的。你这个房地产，我只要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哪怕住个20年、30年之后，然后我在改变我一个生活状态的时候，才可能会把它变现。但是他的那个不是，如果说现在亏，很多的，比如说特别是那种实业，你投进去的钱，你可能眼看着亏1年、亏2年、亏3年，亏不过第4、第5年，就是你扛不下去。它不像一个房子，你可以住在里面。所以我特别害怕的是，有一天突然听到他告诉我，但我有种感觉，就是他哪怕他应该不会告诉你，他不敢告诉我，不会告诉你对。都跟我特别熟了，就是属于这种比较主观，然后属于就会往主导方向去走的那个人格哈。当然我现在跟我以外你们以外的人类接触的也不是特别多哈，就是我说的是朋友的交往哈，我可能接触特别多就是我的观众，我的客户，有可能是因为我有点害怕。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吧？其实这个都看怎么想。就比如说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人给我各种各样的建议，我可能是属于那种自我意志力特别强的一个人，就是当我决定要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我是不太能够听得进别人的劝，但是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很少数非常非常少数的人是可以改变我的想法的人，然后再做就有。这真的没办法，你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出国，你爸爸就你一个女儿，然后上海什么不好？那时候正值上海发展的最好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出国？所有人都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的时候，我改行，对吧？然后改了又改，改了又改，改了又改。我现在回国的话，我告诉我以前的同学或者我以前的老师说我现在在干什么，他简直说。就是那种好，不知道他们知道了之后还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但是99.9%的人，我都是会当他放屁，除非我个人幸福，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 control 来让我妥协接纳别人给我提出的意见，然后我就是一副臭脸。其实最重要的自己的笃定。就我哪怕这个，因为人啊只有一次机会有的东西，你走那边是一个机会，你也不知道，我走这边是，那不管怎么样，你总要你貌似你认为好的那个方向，也许到后面又坏了。谁能给另外一个人决定他人生的方向是永远正确的？你只有自己能承受，对，能承担，对吧？你别人，你看，比如说我万一给你指错了方向。你又承担不了，你承担不了。像我妈，现在吃好多保健品。这保健品就是张三，别说一个，这个好。除了张三，还有各种视频号，各种短视频。对。而且我妈还有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她都会发给我，然后我就知道她最近要吃啥了。然后她最近想干啥了，她最近想逛哪儿。他倒是透明度比较高了，他总要找人分享吧，对不对？那他的 OK， 他好在就是找我分享，我不想让他觉得说你好像你说什么我都来反对你，因为99%的概率我都是说这个有什么好的，那个有什么，那个是不是骗子啊？然后那个是个，所以我不想让他觉得说我都在反对，然后我就不表态，但是我知道他在受那些东西的影响。而且现在我们信息那么发达，你随便
你翻个短视频，10秒、20秒之内，你就能得到很多很多别人而且会想灌输推送给给你。就是尤其是我觉得老人家是处于一个很高危的状态，因为我自己母亲啊什么，你就都知道，包括你过去的父母哈，就是他就是处于高危的状态，就是各种的建议。但是首先呢，我个人为什么不容易受这些影响呢？因为我本身我不接受别人给我的建议，我是极少，就刚刚你说的99.9%对吧？我极少接受别人给我的建议，我只接受你给我的一些资讯。就我的网友里面有非常好的在 ins 里面哈，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去这个市场看了，然后他就会报告我哪里市场还有什么，我特别喜欢这种资讯哦，就什么他知道我可能感兴趣什么，他就告诉我哪里会有一个什么活动，哪里什么东西好买在哪里，就那天我讲的那个抛刀，就有10几位网友各处给我发来哪里有，我特别喜欢这种的资讯共享，这是会扩大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不希望你来教我怎么做，我本能的反感，教我怎么做人，教我怎么跟老公相处，跟孩子相处，对吧？因为就说你想治我的病，你治不了我的命，因为我老公就这样，我没办法，我只能这么对他。就是我老公不是你老公，我的崽不是你的崽，你怎么知道他们 exactly 是什么样的属性？但是有的人他喜欢你这个药治你的病，不治我的病是一样的道理。是这样子。这个同时我们反向推自己，同时我们也要做好。我们也不应该去教人家去做很多事情。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这福州话，对，我跟你讲啊，就是好像我在教你哦，听好了，记住了。还有一句话说的是，知道吗？你知道吗？我好像有经我跟你说，是这样，压力很大哦，所以我不喜欢啊。但我想说个但是，就说。我是觉得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个性，不是完全的，就是说我这么说以优举例，就是说我觉得他反而弄得有点畏首，他自己说畏首畏尾，做什么事都觉得哎呀我这样做会不会怎么样伤害到怎么样？你如果深层次的想到这些事了是好事，但你因为想这些事而左右了你自己的个性，它不一定是对你好的。其实这么说吧，拿我举例，对吧？我能成为你最好的朋友，其实我反而是欣赏你这个个性，是因为我觉得你很真，对，你就不会跟我说一些所谓的客套话，所谓什么，你觉得哎这个东西对我不好的，你就跟我说，我觉得很舒服，而且我倒过来我会有很大的安全感，我会觉得有人教着我，哦对，有人，我不是这么简单的安全感，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如果是我同样是跟另外一个跟我一样的人的个性去交往，我会觉得有点不安。他到底真的满意不满意？因为他会讲一些让你舒服的话。对，就是他永远是这么对我这感觉好像我做的事不一定你真的喜欢，但是你一定会表现的你是喜欢的，你的个性会吸引到一些其实跟你投缘的人，跟你匹配。对，他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讨论了半天，要跟陌生人还是熟人，其实不是，其实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的程度。你们的程度其实适合这样，就是没什么对。你看啊，就比如说我们这关系有他这么个人，何尝不是我们的幸运？对，我们一直在说，是吧？对，是这样子。有我一个就够了，好吧？这倒是，太多幸运受不了。我们叫分贝。因为我听得了啊，我听得了，你都能听得了，因为我听得了，为什么？能力很强。没有一个也得认知差不多。我不跟你讲，你其实他这是一个你们如果我是这样，但是你跟我的那个就是认知反差很大，三观反差很大。我告诉你哈，你看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他一讲话就急。他要给我建议我就急，你知道吗？因为我讲给他是这样，那都不能叫朋友。他时不时前天还发了一个那个短视频给我，说现在就是多伦多是变成缅北了什么之类的这样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讲你要小心，你看你多伦多现在都变成这样了，对吧？你现在缅北就是多夸张的一个。然后你看他后面给我的所有的建议，我能听进去，我不是说我一定要认为多伦多是好。因为他不知
道哪了一个谁的视频号，那个就真的夸张的说这样的事情。那么其实我们每天也都在收到这种短信，是啊不理他就是了。没错那总之那个讲的很夸张。那要不就是他拿了一个就是加拿大已经就是就已经不行了的那种，然后就这样讲，你如果不行，你回来啊什么之类的，没错，就是中心思想就回到你刚刚讲。其实它本身也有你们两个的自己的契合度，就你本身是很契合的。那我们有什么，这就有幸嘛，他能敢讲出来，对吧？但如果你本身就不契合，你不要敢讲，你千万别讲。所以最重要就是三观契合。所以刚刚阿婆说的这个完全对。对啊。如果他因为你这句话，虽然我们说可能可以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你这句话他不理你半年，那么就是你们三观至少现在是不契合，还没有到。我是这么理解，他不是不理我。我纠正一下我刚刚讲的话，他是不知道该怎么理你，怎么理我。我可以吧？我现在是修炼了，可以了吧？比如不管你一个朋友圈、小圈子也好。他实际上已经默契了，那你怎么着都是对的。你本身就不默契，你再努力，你再伪装，你把花插了好多，然后再献给你都没用，但那个感觉都感受不到。对，你想象一下，你突然改变很多，你周边的人很不适应的嘛。你突然跟我说话，你整天跟我混在一起，你才会有这种感觉。突然间变成很那个，对啊，对我和颜悦色，我会很不习惯。我平时对你和颜悦色还少吗？这个世界怎么变成这样的？你别跟我讲，我要被人网暴的好不好？他平时说话是直接说，对吧？就说，哎，阿婆，你什么什么什么啊？花花，你什么什么？我觉得我已经修饰过了。No。比如说我习惯，那有一天突然间我的。就是他想说这话之前，前面有好多铺垫，不是就很，然后我就恨不得就说你有话就说。是的。但你现在在我们这，你已经暴露无遗了，所以你不要再装了。你们接受我已经暴露出来的部分就行。对。就是其实你如果是多年的朋友，他基本上了解你的个性，接受你的说话的方式和态度，你忽然间改变，就是像感觉四处反常，必有妖。所以说开的很通透了，这个就不用纠结。对 OK， 是的。好，我们为了我们不纠结，干杯！没有了，不内耗，不纠结。OK。当年我无论如何我想不到，最后我们这一帮朋友里面是我跟花花走到最后。我们那个多少人一块一群。那也就是说他听得了你说他建议。没有，我觉得我其实并没有给过他什么建议，在他小时候。我算是蛮乖的一个人，讨好型人啊，然后所以我很少生气，我很少生气。就是 understanding，再加讨好，情商高，脾气好，然后所以你的问题是你反过来会内耗。阿鹏这是开着呀，你刚是开的，当然开了，你什么时候开的？我一过去就开了，还是年检了。